老婆被外国警察拘留，我不惜得罪大夏吴老星，是要为老婆讨回公道。麻大国的回风公司想要购买咱们一批高端芯片和光刻机，是1笔5000亿的大单子。单子的确很大，可以说是我们鸿蒙芯片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单了。如果能做成的话，那鸿蒙芯片将超越 AML 公司，并且是远超。从此之后，芯片领域将是我们一家独大。老婆，你刚怀孕，要不这次让别人去吧，你安心在家静养。我没那么金贵了。再说芯片这块让别人去，我不放心。这个单子我们要做，而且必须做成。那你多注意点，一旦有任何的不舒服，立刻马上给我回家休养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出一点差错。主神，公子院快要抵达机场了，您看这一出手，可就要直面白龙王的怒火了。西蒙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下令，要不还是算了，就假装错过了时间，或者走漏了风声。再不下命令就来不及了。传我命令，抓人吧！很快，刚下飞机的公子院就被数十名警察包围了。副许栋，我们接到回风公司的举报，公子院涉嫌偷窃商业机密，请cung小姐跟我们回去调查。我们才刚到麻大国，不可能偷回风公司的商业机密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倒计时10秒钟，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做，我们将付诸于武力。兄弟们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今天谁也不能带走老板娘。冷风住手！龚总，他们分明是有备而来，你去了绝对没有好果子吃，不如把事情闹大，让大使馆出面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没用的，既然他们敢抓人，肯定早就想好了如何对付大使馆。回去以后先别告诉三金哥，这应该是一场误会。老板娘，我听话。就这样，公子院被麻大国警方带走。冷队怎么办？你们去大使馆举报，就说有人诬陷龚总，我回去找金总。可是龚总说不让告诉金总啊！你他妈傻叉吗？龚总是金总的天，天都要塌了，你还不让金总知道？龚小姐，我们也是按程序办事，请您别见怪。吉姆局长，咱们还是尽快走程序，调查清楚案件的真相吧。好，那就交代一下您是如何窃取回风公司先进的芯片技术的吧。什么都没调查就给我定罪吗？回风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你盗窃了他们的高端芯片技术。现在你要做的，一是交代犯罪事实，二是归还芯片技术，其余的话不必多说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。公子院，别敬酒不吃罚酒，这里不是大夏，你的身份不是什么龚总，也不是什么龙王夫人。如果不想锒铛入狱，就好好给我交代。当风红阳两人得知公子院被抓，当场脸色大变，立刻以天机星和大使馆的名义对麻大国发函，表示强烈抗议。言辞上给我用最狠最重的话。这背后肯定是霸国和基金会在搞鬼，什么狗屁偷窃，现在怎么办？人要得回来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料定对方应该是想要3金的芯片技术，绝对不行。鸿蒙实验室的芯片技术好不容易才做到世界第一，一旦被霸国拿到手，肯定反手就会狠狠打压我们。我当然知道了，可你也知道3金的本事，那是一条压不住的真龙。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劝说。boss 不好了，龚总被麻大国扣留了，说是龚总偷窃回风公司的高级芯片技术。什么？三金怒火冲天，整个屋内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金总，你先别急，外国都有善待孕妇的条约，肯定不会把他怎样的。最好是这样。这时，风红阳两人赶到紫苑大厦。3金，我们已经知道紫苑那边的事情了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帮你讨回公道。3金，你先别着急，大使馆那边已经派人紧急出面去交涉了。有一点我能向你保证，那就是公子院肯定不存在生命危险。二老前来，不光是为了紫苑的安全吧？面对3金的威压，饶是吴老星都感觉一阵头皮发麻。罢了，还是别跟3金耍心眼了，直说吧。3金，鸿蒙芯片现在不光是你私人的公司，也有官方的股份，芯片技术更是代表着高科技领域的未来。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，千万不能拿技术去换人。我可以保证的是，无论我用任何手段，都绝对不会对不起国家。其他的，恕我无法保证。好，只要对得起国家，其他的事情你放手去做。出了事，有我们2个老头子顶着。最好还是别闹太大，不然我怕基金会那边狗急跳墙，直接掀桌子。3金没有回应，只是眼眸深处闪过一丝暴力。主神大人，已经过去3天了，我们还不联系3金那边吗？风浪越大，鱼越贵，必须吊足了他的胃口，鱼儿才能上钩，去把我们准备好的消息放出去，给这条大鱼看看。可是这样会不会惹怒3金啊？我怕在我们逮捕公子院的那一刻，就注定跟3金不死不休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。我明白了。当3金看到新闻的那一刻，瞳孔猛地一缩，画面中麻大国不顾公子院孕妇的身份，给她戴上了重刑犯才会佩戴的手铐。金总，要不要想办法在国内屏蔽掉这条新闻啊？不，非但不屏蔽，反而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这群外国佬的嘴脸。他们不是自称文明国家吗？现在如此对待一个孕妇，等于是直接撕破了虚伪的面具。我还要谢谢他们呢。这时，3金接到了西蒙的电话。上午10点半，恭请龙王视频通话解决问题。3金，这是基金会和霸国的圈套，你别上当。我知道，
这是阳谋，我不得不入局的阳谋。这个视频我必须要见。视频可以打，但我要求你绝对不能答应对方出让技术的事情，也不能答应对方有损大夏利益的事情。到了这一步，风红阳不敢信任三金了。都说天机星你有事有人，无事无人。今天我总算是见识到了，你永远不会懂我现在的心情。任何时候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。来人，监视白龙王直到视频结束。一旦他做出有违国家利益的事情，直接挂断视频。一众战士立刻冲进三金的办公室。三监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恨透我了，但有些时候我们个人必须做出一些牺牲，个人利益永远大不过国家利益。如果是你老婆孩子被抓，你会选择放弃他们吗？风红阳身体一僵，他没回答三金，离开了办公室。果然，这人啊，劝别人大度的时候都是义正辞严，换做自己要牺牲利益的时候就不吭声了。三金先生，您误会风老爷子了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他风红阳高高在上的命令我不能转让技术，要换成是他的妻儿，一定早就转让了。当初风老爷子妻子被敌人抓住绑上城头，以此要挟风老爷子停止攻城。然而老爷子的妻子却冲他大喊：“红阳，向我开炮！你要是个男人，就下令开炮。”迫于局势，风老爷子下令开炮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。其他人或许没有资格跟你白龙王提这个要求，但是风老爷子有。听完，三金才明白刚刚自己的话有多伤人。国家利益高于一切，我懂了。10点半很快就要到了，大夏国的高层、基金会的高层全都布置好了自己的监控。记住了，气势一定要强硬，一定要说公子院犯了很严重的罪，要一举击垮三金的心理防线，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谈判。这2天没给他吃饭吧？按您吩咐的没给他吃饭，让他显得特别虚弱。好，这公子院是白龙王的软肋，我就不信了。看到自己老婆虚弱成这样，他三金能不屈服？